图图开播了，是，图图也开播了。大家如果看剧的话，记得多发弹幕，然后帮我们多评论一下，多点赞，多投。你好，大家好，谢谢你们的粉丝灯牌。你们如果要讨论什么剧情的话，可以去图图直播间讨论。欢迎东东啊，东东来了，三哥来了。谢谢东东的粉丝灯牌。因为我是，如果你们讨论剧情，我不知道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晚上好，你好。东东多大年纪啊？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如果说年纪太小的话，不去他那儿没意思，都可以说。你们如果想问剧情的话，可以去图图那里问。就如果说你年纪特别小的话，就不要刷礼物啊。就你要年纪，我看看冷冷这段你有消费能力啊，你刷礼物可以啊。冷冷这段的弹幕。92年的啊，那年纪不小，年纪应该。留到这儿行。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想问的问题？那就不小了。我跟图图，我最近说咋不相信？因为那个很耗费精力。那个他最近不是身体不好嘛，他耳鸣非常的严重。今天只播出一集嘛？对，今天本来也不是我们更新的时间，我们是周四晚上8点。我去那屋吧，这屋有点吵。我们来这屋。这屋还凉着。看到这儿也就想明白了最后的剧情。来，最后的剧情是什么？好安静，好安静。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咱们的绿豆的第10集更新了啊！如果没有看的，咱们去看啊 ！B 站和油管同时更新了。如果说大家还没看绿豆第10集的话啊，咱们赶紧去看，好吧？哎，等第10集看完了以后，然后再回来，我也会在这个直播啊。老了，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东东，你是做什么行业的？老了。准备好纸巾了，是有胡子没胡子两，能看出我明显的我没刮胡子吗？有刮胡子吗？能明显看出来吗？明天就要做手术？没有，我是本来说今天去等着明天做手术，但是因为他就是没病床，他得提前安排，我就说那索性我就不在北京做了，啊，不想在北京做了。北京，因为我现在我就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现在做这个手术的话，然后大概1周左右我都是一个特别难受的状态，然后第2周可能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第2周就过年了，然后就怕影响到过年，而且就是春运什么的比较麻烦，所以我必须得提前回家，所以我就想着说那年前就不着急做了，我太匆忙了，我觉得太匆忙了啊，所以就先不做了。这首歌怎么创作的？这首歌是因为我生活当中有一个朋友叫小错，
所以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都没给我写过歌，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首歌，就这么的，就这首歌就出来了，非常的自然的这首歌就形成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情况谢谢东东的跑车，谢谢。彩蛋已经带来6个彩蛋已带来观众是什么意思？东东是做什么行业的？他们全都在他们这个会议室是玻璃，因为他们全都在那个玻璃外面然后我们恰好又是面向这个玻璃。芝麻一的片头曲是哪一首啊？在主页面中。芝麻一的片头曲叫小说。做外贸外贸还不错，外贸应该还蛮赚钱的。做什么？做亚马逊吗？做什么？是亚马逊吗？现在不开店了，对，现在不开店了开店就是，开店其实现在大家就实体就是不行我觉得身边如果说有想做实体行业，不是开饭店的，开什么酒吧呀，开咖啡厅我都建议大家先不要等一等现在这个经济不好经济不好的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几乎不会在实体店做什么营生呢？我现在就在做直播呀，对呀，我现在在做直播，有固定的客源亚马逊不是赚钱就现在各行各业我觉得都不太赚钱就都不赚钱，上班最赚钱，上班最没有风险。如果你们现在如果有工作的话，坚持干下去等过2年你们愿意创业就创业现在咱们就是那什么了这么帅气可以做演员，不帅气也可以做演员。我认为的演员不一定要长得帅演员这个东西还是演得好最重要，有观众缘是最重要就是那个摄影师他其实为了也不动今天就是为了那个去创好了算稳定。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创好了算稳定啥意思？然后这个时候有个摄影师，他突然看到我流泪了，然后赶紧把这个摄像机转到我这边。啥叫创好了稳定？眼睛很棒，谢谢当你的分泌足够多之后，你的眼睛就不觉得就没有那种涩涩的就不要创业嘛，现在就不要先不要创业给大家建议就是能不创业就不创业，然后这2年手里攒点钱边上还有人直播，是的我们是一个直播夫妻店我直播他也直播夫妻合伙夫妻店直播夫妻店。然后他就看着我这个眼睛里边很好然后第二遍演的时候创好了呀，稳定状态，行，稳定状态那你就行，也替你高兴然后我就第2遍就全是也是正经，但是因为你之前夫妻店感觉是男生我就觉得怎么没有那么有感觉了怎么没有那么想分泌眼泪了呢
然后我就把眼睛，演员自我修养就第一对，然后我就把眼睛睁得特别大，特别大，我想的啊，增加这个眼球跟空气的接触面积，我就能增加这个眼球跟这个烟雾的接触面积，然后也可能也就会能。现在变了，更接地气了，啥意思？我之前不接地气吗？我之前是飞在空中的那种，有白发了吗？我一直都有白发，我从10几岁就有白发，一直都有白发。然后我就那个，我就摆烂了，算了，就是反正你那个小茉莉原声带为什么没有你曾经来过？有啊，土豆绿豆里的配乐去哪里可以听到？绿豆里的音乐在实体专辑里可以听到，然后实体专辑现在还没有发行啊。小茉莉原声带里为什么没有你曾经来过？是有的啊，在你要是那个。你要是腾讯音乐看不到的话，你就去那个网易云去看啊。在汽水里音乐里没有，去那个网易云和 QQ 音乐啊。谢谢会飞的鱼，谢谢。什么时候才能更新第10集？今天已经更新了啊。第10集可能有一点点压抑啊，所以第10集悄悄的更新了啊。还有那首小说也很难找，小说那首歌也在 QQ 音乐、网易云都有啊，不难找啊。有一些你们听不到，是因为它没有在网上上传，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实体专辑收费的。喜欢在我啊。7级8级好好笑。7级8级好好笑，是的。但我觉得可能第11集、第12集也很好笑啊，第11集、第12集也很好笑。反正我在剪第11、12集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笑。期待啊。在你那的花心。第10集已经在 B 站和油管更新喽。我那天在车上听的歌，挺好听啊。你身边的人还蛮有品味的哦。谢谢白色正切的礼物，白色正切啊，粉丝灯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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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题材很不错，新的尝试嘛，算是一个尝试。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拍那种言情，就是苦情的那种东西吧，不光你们不爱看，我也拍够了啊。就拍那种东西我也拍够了，因为我生活当中我不是哭哭啼啼的人，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个可能观众爱看。后来我发现观众也不爱看，我就不拍啊，换个题材。生活当中我可能比较大直男的那种，所以就是可能就一直在演自己不太擅长的一些东西啊，拍自己不太喜欢的题材。哒哒哒。然后这场戏又拍完之后，我立马就找导演说，我说，因为我没哭出来嘛，所以我要给自己找补嘛，我就说导演。没有看第10集的去看第10集，俩同时直播，是的，他要赚那个回家的路费，因为他要那个买机票回家，一共14集，一共14集，所以他赚钱，他要那个赚那个路费，哒哒哒哒哒哒。每次就是导演那儿，就是情绪特别好，我就在旁边站着。有哥哥在帮他买就好了。过年不回家吗？我可能也回家。我过年也可能也回家，但我可能是开车回去。我说那如果我算比他远一点的话，那剪辑会不会不好接呀？而且会不会有的动作有点奇怪呀？我可能从北京开车回去，然后可能最近2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往回走。我赚邮费还好吧，我赚邮费也行。那直播其实是我的一个习惯。北京离东北也不远，我不回东北，我现在人定居在广东，我定居广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开始的时候我是导演没有什么动作，就是最后就是哭泣的最后一场是我抱着导演好吧，在惠州是的，你回去把他拉着也可以啊。他跟我不是一条路啊，我怎么拉他呀？他是在河南，新片子有新片子计划吗？我们这个片子还没更新完呢。接着猴子嘛，我觉得我是比较能接受的，我不太喜欢胖子。我175、176左右，太胖的我接受不了，瘦一点的我其实还 OK，然后有一次，对，有一次我拍完它，然后一直在那儿拍着这
两个不是朋友吗？你怎么不送他回家？啊？又不顺路啊，关键不顺路啊，我怎么送他呀？那你买个机票，买个高铁不就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送呢？他要回他家，我俩又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要送呢？这个很难理解吗？就是，就是他。雪白的脸色糊了就眼上。主播在哪过年？我在广东，过年。广东过年，广东惠州，啊。就是可能我的笑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其实笑场，就是后面不是深圳，我啥时候说我不是深圳的？我在深圳的房子已经卖了。带叨叨回去过年吗？叨叨要回他自己家过年，啊，我要回我自己家过年，那你觉得呢？龙二呢？距离好点？那你觉得龙二呢？距离好点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好不好看，或者说他可不可爱，是不是？我觉得龙二是很好看的一个人，他生活当中不太可爱，但是很腼腆，他是一个比较腼腆内向的一个人啊，所以很好看，他本人非常好看。没想到一些天地间容纳不下的手法。之前不是说喝酒才能放？是的，他如果不喝酒的话，他非常非常内向。他只要喝酒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聊得来的那种，就是会，喝酒和不喝酒就是打开了两个人啊，就是他，确定14集，领痕芝麻不是绿豆一共确定了14集，啊。春节期间应该是不更新的，因为春节大家都在过年啊，我们也在过年，所以可能就是春节期间可能不太可能更新啊。对，春节可能会往后延一延啊，等春节，等大家上班了，完了我们也过完年了，五谷杂粮系列4的，但是这个绿豆可能是这个五谷杂粮系列最后一部了啊，所以以后也不会再出这个短剧了，可能会往那个综艺方面去走一走了。是的啊。没想到一些天地间容纳不下的书房，综艺节目是，对啊，我们会拍综艺节目，或者说拍那种旅居的那种 vlog， 或者拍那种出国游玩的那种，就是可能会拍这种东西。景德镇呐，景德镇有啥玩的呢？给我推荐一下景德镇。景德镇有啥玩的？推荐一下。
景德就是陶瓷是不是？还有什么？那个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张大年在梦里边穿越回去的，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那是原本时间。对，我就是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我这个年纪应该出去散散心，然后就做那个旅游类的节目，可能因为我是有严重的焦虑症啊，所以我觉得我溜达溜达可能会好一点啊。图图开演唱会吗？就暂时可能不太会啊，但是不太会啊。对，我有严重的焦虑症，我有一个就是重度焦虑症啊，就非常非常焦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人啊，所以就是想着说不要让自己排剧了，然后也不要就是啊，就暂时不要看网络的那个评论了之类的，我就赶紧就是说，那个先拍一些东西，后期就哪怕放出去，我也不看网络评论了啊。没想到一些，是不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评论？不光是别人的评论，因为我们就是做网络的嘛，那肯定会说不介意大家的评论。你现在你看各大的网红，就是那种大网红，他们也没有办法忽略别人的声音，因为我们做视频内容肯定是需要别人给我们反馈，这个一定会有，包括每一个网红都会有那种黑粉儿，而且就是那种严重的骚扰到自己的健康的那种情况。但是其实真正让我焦虑的其实是生活啊，其实是生活其实是会让我非常焦虑的啊，就是我习惯了把生活排得特别满，但我现在可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对，所以我一旦闲下来我就会焦虑，就我是这样的人啊，我待不住，或者说我隔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一个变化，我是这样的人，焦虑症其实是那个医院是给我开药了，但我没敢吃，两个人吵架了吗？没有，两个人没吵架，他要赚那个回家的那个机票和那个高铁的钱啊，所以我来播，我就是那个啥，我就刚才有人催我直播，我就过来播一播啊，对，没有吵架啊。强迫症啊，我的妈，强迫症，强迫症是什么？强迫症感觉是对别人强迫吗？还是对自己强迫呀？你对自己强迫就行啊，别对别人强迫，太吓人这个。还要养宠物吗？要养，我打算再养一只狗呢。我还想养一只狗，我想给那个 monkey 找个伴儿，还是会再养一只拉布拉多，因为我特别喜欢拉布拉多。所有的狗，我最喜欢拉布拉多和那个中华田园的那个大黄狗，我就喜欢这两种狗啊，特别特别喜欢。需要几个射手座的朋友。射手座我曾经接触过，但是我就觉得射手座吧，也会让我焦虑，因为射手座情商低。射手座其实情商特别低啊。强迫症是什么？哪儿也管啊，就别管，别对别人强迫就行啊。我就觉得别强迫别人啊。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处女座，然后他特别爱干净，然后呢，他自己收拾不说，他也逼我跟他一起收拾，他看我闲着他就骂我，这是处过一个就是接触过的一个情侣，
他是那种就是哎呀，每天都要收拾屋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么干净收拾什么呀？然后他就骂我，他说，哎，这家里乱成这样，你都不收拾怎么样？然后就，反正我一闲着他就骂我啊，他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骂，他是会指责的那种，然后就是没好气，就处女座可能会这样吓人啊，但是我还吃这一套，你知道吧？我觉得处女座就是很有生活气息。就金牛座和处女座在一起，就是我觉得一个越难一个越矮。我觉得金牛座跟处女座在一起就是甘心做那个 M，但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接受不了了。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能，现在可能做完自媒体，然后脾气比较这个暴躁了啊，所以你可以接受，我现在接受不了了啊。叨叨什么事情做？天秤啊，天秤，天秤，我最喜欢好像就是土象星座，养了猫，我不喜欢养猫，我不会养猫，我觉得养猫它到处拉尿，我觉得猫是到处拉尿的人，猫我真养不明白，哎呀，这绿豆饰演亨利的是哪个人？他叫妮可聪。公猫到处拉，是的，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个养猫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是哎呦我天呐，我就猫砂我给它换一种又一种，然后它就是拉在那个对，拉在那个床底下，或者说那个怎么样我喜欢狗，你的歌都是你自己编的曲吗？编曲不是我编的，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编曲，就是作曲和编曲的区别啊。就作曲呢，它是就写旋律，编曲呢是把这个旋律通过乐器给它编出来啊。所以尼可聪，他不叫尼可聪，哎，他不叫尼可聪，他叫那个冷小冷啊。他叫冷小冷啊，他不叫尼可聪，sorry，亨利叫那个冷小冷。问的是编曲，编曲就是那个就是找别人做的，我有一个固定合作的人，然后他的编曲就很便宜，所以我几乎每首歌都是在他那做的，很便宜。冷小冷，这次出来好多歌。对，这次五首吧，5首歌，一首、2首、3首、4首、5首，现在5首，这次出了5首，绿豆一共出了5首歌，所以我们这5首歌可能会出一个实体专辑，会出一个实体专辑，年后可能会陆续的就是开始发售就第10集，大家可能没看第10集就是第10集今天晚上突然更新的。如果你们看了第10集，第10集新出的一首歌，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从旋律到编曲再到演唱，可能超过了我所有的歌。对，第10集上了，第10集是今天晚上突然更的第10集的这首歌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首歌对，中间下雨那首是的，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烟沙。
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我就是，如果我明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明天我就想走。我想早点回家过年，因为我是开车回去，我要开车回去，所以我早点回去，我怕那个堵在半路上，啊。那 rap 想笑是不是啊？是的。回家还直播，直播呀！我家非常，我是出柜的状态呀，而且我家里喜欢我直播啊，对啊。明天不住院吗？我不想在这做了，因为我要住院的话，我得住1周，住1周出院的话，我这个手术还挺疼的，然后我要开车回广东2000多公里，我怕我做完手术。可能会疼，路上可能开车有点危险。第二点呢，那个住院说是住1周，但是可能会住超过1周，超过1周的话，那个时候春运就有点堵了，开车就有点堵了。对，要开2天，然后而且特别难受，就是就特别那个特别不安全啊，所以我就说那我去深圳做这个手术吧。那你和彬彬现实中是好好归归吗？我们现实当中算是他算是，因为我平时我不交什么朋友，我是一个友情比较淡薄的人，但是呢，他算是目前为止跟我最好、跟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就是在我的世界里跟我最亲近的一个朋友。他目前为止是跟我，但是因为我的亲情比较淡薄，所以我们对，可能也不像说那种，就是像传统的那种朋友的那种，对，我觉得友谊可能我自己可能就，对，对，我不交什么那个圈子里的朋友。很少有圈子里的朋友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社交场合，然后认识一些朋友，其实，可能当时比较聊得来，但是可能大家不联系了，我这个人吧，可能就想不起来这个人了，或者说就是以后就不太会，就是跟这个人有关联了，除非就是偶然间我们碰见了啊，而且就是我谈恋爱，我觉得。对象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是觉得有一个人能跟我分享我的生活就好了，我没太多精力，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对，我觉得好别人的事儿我听起来也累，听别人的八卦还行，但是要是朋友总跟我分享一些东西，我会很累，对，就是比较淡薄，比较淡薄。我觉得我处对象就是完完全全心思只能放在对象身上，有时候哎呀，真的也会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说这样会比较孤独之类的啊。想听八卦，想听什么八卦？来，你们想听什么八卦可以问，我都可以聊啊。而且我在我直播间里说的基本上98%都是真实的，有2%可能是有一些戏剧效果。龙二的，你们想听龙二的什么呀？你们的问题别太离谱。如果说是普通的龙二的八卦，我可以说，但如果说涉及到别人隐私的话，我就不说了。二宝刀在剪辑，二宝刀在那个直播，他在内部直播，我在这屋直播。你想听二宝刀什么？为什么我2个都在播？因为他今天晚上他想那个赚点回去的那个路费，你的感情都经历过的，我看看啊，这么第一个是店长，第2个是那个，第3个是川田，第4个是都经历过，都经历过。是的，想听图图的，你想听我什么八卦？
二把刀真的喜欢接吻吗？嗯，就是我觉得二把刀身上有一个八卦，嗯，二把刀身上其实有一个八卦，就是嗯，二把刀无论是前任还是现任，可能不是，也不是现任，二把刀身上有一个八卦，就是二把刀就是据我所了解，他所有的前任都不喜欢跟他太亲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八卦，就是二把刀所有的前任好像都不太跟他亲近的那种，嗯，然后有2个人是不想让二把刀碰他，嗯，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开玩笑，我就想问那个二把刀，我说那你也不找找原因啊？那你也不找找原因啊？他是天秤座是的啊，就是不知道他们2任对象，他跟我说，因为他总共3任，第2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是他说第1任和第3任其实跟他都不太亲近，啊。你在剧里一共暧昧过几个？剧里暧昧过几个？你说哪一个剧？还是所有的剧？全都啊？我在我暧昧过，暧昧过一个，嗯，我在我的剧里边可能真正暧昧过就一个，然后剩下的都是别人。我不自恋啊，我，因为我直播间大家其实都知道我就是比较啥都敢说，而且我说的话基本上都是那个实话，我说基本上就全是实话，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就是我在剧里边跟我合作过的演员基本上都是他们主动，也不是基本上90%都是他们主动啊，就是就是我曾经跟我暧昧过的那个演员是，我觉得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是他用了一些招数让我才对他有想法的他是一个比较会拨弄人心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他就是会玩暧昧的一个人他会说一些话呀，包括有一些亲密的行为啊，就会故意的让你陷入他一步一步情网里。我主动的是谁？我没有主动过，我没有主动过。我在所有的关系里边，没有主动过，因为，就怎么说？我可能正因为我可能是会被骗过，所以我在所有的感情里不主动，就我不太主动，一般都是别人主动，然后我感觉到别人主动了，然后我才会有回应，对。然后就这样，我姐就把那个郑州的房子卖了之后，他就跟我姐不会开通了，我姐就开通了，然后就是我姐那个。叨叨主动吗？叨叨算是主动，他算是比较主动的人他比我主动，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所有的，包括感情里边，其实我感情里边也比较少的主动，除非就是我觉得能让我主动的，一定是别人先主动，你有一部戏里边剧情都是你真实经历吗？是的，只是我几乎我所有的戏，有一些改编，但是我的剧本其实都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金牛座是这样的，就反正我总会被别人误解嘛，就说那个我借助什么导演的身份就会
可能对别人有什么心思。首先，我这个人可能性不冲动，我不是一个性冲动的一个人，而且我对性吧，我觉得是要有情调发生性。第二点呢，就是我这个人在感情里也不主动，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然后比较质疑别人的人，所以因为其实这个圈子里有好多，这个圈子里有好多的长得好看的人都是个女骗子。对，圈子里长得好看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美貌，他们通过自己的美貌去获得好多东西。所以我曾经被别人套路过，所以我会很在意所以我在感情里绝对不会主动，特别是那些对我比较热情的人，我其实会特别的好看的人，我都会比较小心。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我跟罗二的关系非常的浅薄，我跟罗二一开始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淡非常非常淡。我跟罗二合作了2部戏都非常非常的淡，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就觉得说合作就是合作。然后后来直到第3部，我们才逐渐的熟起来，就是这样。就这个，别人可能不信，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其实我不是。警惕，是的，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之前是 I 人，后来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生活的缘故，因为做生意的缘故，我强迫自己变成 E 人。我现在 I 都可以，但是我骨子里我觉得我是有点 I 人，对，我是有点 I 人，所以之前强迫自己 I，那你做生意呢，你得招呼客人，你得跟他们玩儿，你得就我以前的生活经常是那个有一桌客人，我是开酒吧的嘛，之前有一桌客人我不认识，但是呢，可能人开个酒，我得去敬个酒，然后我就顺道在那块坐着，跟人家认识一下，聊聊天之类的。就会生活嘛，那你咋整你得维系一下客户，都说一般主动方是感情的主导者，你怎么看？我觉得主导者也是阶段性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大家别觉得说主动方他就一直会主动，其实不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般的主播都会勾的榜一大哥，你们知道这种事儿吧？一般的那种小主播，他们看到榜一大哥给他刷礼物，他们就会勾的榜一大哥，然后呢，勾的榜一大哥之后呢，他们就跟榜一大哥就是搞对象，搞到最后，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这个，你看是这个主播勾的那个榜一大哥吧，然后榜一大哥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但是到最后是什么呢？到最后是那个榜一大哥能够掌握好多事情，最后是那个小主播被榜一大哥牵着走，明白不？就他会有这种情况。那这是不是还是更新3集？不是更新1集了吗？这周4更新2集今天不是更新1集了吗？孩子，就做人不能太贪做人都不能太贪。剧名叫什么？剧名叫绿豆。现在上了什么剧？上了剧叫绿豆
百里新剧在哪里上？在那个 B 站和油管啊，叫绿豆，对 ，B 站和油管去搜百里屠夫绿豆啊。还有什么？还想听什么八卦？我这边都可以讲。还有什么？下周2集现在是最好的做好的状态吗？能不能提前上传？预约下周4，能不能提前上传？不能提前上传，因为下面2集还没有完全的做好。下面2集还没有完全做好。而且我们春节期间可能会断更，因为我们春节期间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没有时间给大家剪辑，我们每一集都是当下去剪的，大概有14集，也就是下周你们更2集，还有2集，就是这周你们更新2集，还有2集，这周是更新10、11、12，然后在下一周可能会暂停更新1周，然后年后更新大结局13到14集，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烟霞。哎呦，我有什么小癖好吗？我有一点轻微的 S。说的是这个吧？这是我不知道你们的癖好是指什么，我是不是说，对我有，如果说你们说的是那方面的那个癖好，我是那个轻微的，我有一点点轻微的 S 就是我喜欢，我现在有对象了，我不能这么说，但是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着别人吃。哎呀，丢人，害羞，说的一些暗语谁能够解释？二把刀纯零吧，二把刀跟我在一起是纯零，跟别人在一起是纯1，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他就是纯零，说不定以后我俩有新的尝试，对吧？Suffering 是 suffering 是什么 ？Suffering 是 suffering 是什么？是什么英语单词 ？Suffering。衣服发了吗？衣服可能那为什么是 suffering 呢？这周我就会收到衣服，具体受人控吗？我不是受人控，我觉得，福瑞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说一个 suffering 呢？我能明白 free， 他说 suffering 我就不明白。孩子有上学也在日本，对他们，我姐跟我姐夫应该是定居在。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烟霞，都哭了。他一天为什么会哭啊？酒吧不开了，酒吧早就开了。酒吧早就开了。成人的世界都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哭啊？你们惹他了？以后准备在北京发展，不在我这次来北京，我这次来北京，我就意识到我真的不喜欢北京。我之前可能年龄小，可能还OK， 我现在非常不喜欢北京，我就想早点离开北京。
插曲有名字吗？有名字叫晚星，晚星。喜欢广东，喜欢人少的城市，我不太喜欢一线城市。喜欢深圳是因为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然后它比较有人性，是深圳是一个比较好的城市。深圳是一个比较好的城市。但是我们家现在我宅基地也被我爸给卖了。北京让我觉得太忙碌了，就是没有归属感。北京它其实，虽然说是北方城市，但是，可能因为大家太忙碌了，就感受不到这个城市的温度。但是你去深圳，你会觉得说，有山有海，有人，然后那个城市也喜欢小动物，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特别腐朽的那种规则。对，深圳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朝气的一个城市，然后它也有大城市的那种现代化。就是它生活起来会非常的宜居，哪怕它是一线城市，但我会觉得深圳真的是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深圳真的很好，而且深圳的消费水平我也不觉得很高，可能房价高，但是可能饮食方面其实也不太高啊。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毕业了以后不知道去哪个城市，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深圳，深圳还真的蛮好的啊。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深圳真的做了好多爱护小动物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什么给小动物建一座桥啊，让小动物从那个桥上过呀之类的。然后包括城市的那个养狗这一块也非常非常的人性化，我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有温度的，非常好。我就觉得一个城市它好不好，我就看它对小动物的包容程度。你像我为什么不喜欢玉林呢？我不太喜欢玉林，光什么吃狗肉，你说我能受得了吗？我接受不了啊，因为我自己是养狗的。虽然说对啊，那你还有那个就是吉林啊，吉林也吃狗肉啊，我这个真受不了啊。就是玉林的，是不是？吃狗肉太吓人了。还想问什么？还想互动什么？我都可以聊。然后我上大学，然后我就想去当兵。谁知明天遇见我。觉得潮州没去过。目前在北京是因为工作吗？我在北京是因为我来学习，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我最近爱上你晚上开到综艺节目。什么意思？富安，我没看懂你的评论。你晚上开到综艺节目是什么意思？可以玩2天。疯子。谢谢拳头大哥的这个，拳头大哥是刷了个大礼物是吗？3000的。拳头大哥，谢谢拳头大哥。拳头大哥，其实我不太支持你的邮费。为什么支持我邮费啊？
什么邮费？谁去明天遇见我？回家路费？你怎么知道我回家路费啊？所以我每次对家里要钱，其实都是300块钱能啥油啊？啥油300块钱？瞧不起谁呀？92的油一箱，2毛。2毛说啥了？2毛说啥了？回老家过年吗？我没有老家，我现在只有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妈妈现在在惠州，我们在惠州有一个家，老家没有房子，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亲戚，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老家。兔子今天理发了，我理发2天了，昨天理的还是前天理的。能更新上学 vlog 吗？其实我蛮想更新上学 vlog 的，但是我们是北京电影学院，所以不敢随便更新。能懂不？就是这个学校可能你不敢去说一些，或者说拍一些真实的东西给大家，能明白不？哎，2个人都在直播室的啊。今年几岁了？我今年35岁。就我曾经我想说我这部剧，然后这部剧其实就是写我这2年的经历嘛。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那个老师，因为那个剧情里边是我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嘛，我现实当中也是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咱们学校门口能借个景吗？就是我拍一个画面，然后把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就是录进去。老师说这个得审批，这个得审批，就学校的招牌得审批，因为我们是电影学院，所以就是对这些东西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不敢更新上学 vlog 啊。这回能明白不？深圳的酒吧没有做了，是的，叨叨在那个他的直播号里边直播。一考就考上了吗？我们的考试不像说你们理解的那种，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吧，就是你们可能对一些东西你们不太，你们可能不了解，就是我们是进修班。进修班首先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得从事相关行业，这个是你的敲门砖就是进修班是首先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你拍摄过这个经验。第2点是你现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还有你的言谈举止我们考的是这个入学考试，其实是主要是看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拿一个本科学历，我们叫进修班就是北电它有一个传统是什么？就是一开始的北京电影学院它没有本科，没有研究生。北京电影学院一开始它就是导演进修学院它就是导演进修学院。后来导演进修学院它就是逐渐的它就是牛逼了，它就是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后来他们才设置了本科班和研究生班。所以我们这个导演进修班就属于这个学校最牛逼的。但是呢，这个班不是谁都能进，就是有一个门槛儿
所以我觉得能上导演进修班的人都是可能行业里已经有一些经验的人了啊。经常你会在这个同班同学里看到一些特别牛逼的人物，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行业里的就特别优秀的从业人员，所以他们就想着说来进修一下，所以这叫导演进修班。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不算。我觉得大学梦其实是我在2017年我就完成了，就是我上过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但是我2次上这种学校，我就能感受到一点，我的心态不是学生的心态。所以我每次，我第一次我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融入不进去。但是今年呢，去年我又想着试一把，结果我来了这个学校，我还是融入不进去，因为你的年纪、你的心态不是一个学生啊，你是一个带着批判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学习者啊，学者，他心态不对啊，所以他没有学生的那个感觉了。在哪看你的剧？在 B 站和油管搜索百里屠夫，搜索百里屠夫，哎。当面刚老师了是吧？我确实做过这种事儿。就比如说我入学以后，我对老师的教学内容我产生了质疑，就是我有一些老师他上课我觉得非常无聊，而且我抓不到重点啊，我觉得他梦到哪儿说到哪儿啊，我会真的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跟我们班主任说这个情况，我们班主任说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大学的老师可能他讲的东西都可能比较漫长，就是对很多水课的啊，对，因为我之前没上过大学，我可能不太了解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怎么这么漫长，就找不到重点，这也和他讲什么，他怎么说话，就是本来他要讲到重点了，我都拿笔记了，突然就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个编剧课写剧本的一个课写剧本的课，然后这个老师吧，他教的比较基础，他其实照顾一些没有写剧本的能力的人，所以他讲说，这个和我们讲主人公我们写主人公，我们要丰富他的那个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要丰富他什么，我们要给他一个年纪可能他20岁、30岁、40岁、50岁。然后我们要给这个人物整一个学历，我们整一个什么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专学历、本科学历。如果说我们说到大专学历，在大专学历之前，这个人普遍素质是低下的。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有点我一愣，什么大专以下学历是低下的？然后那个老师可能也从这个上课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瞳孔放大了。老师说，现在普遍咱们这个社会人员就是没上过本科的，就是都是那个什么低下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心想，我说就是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学校该讲的事儿吧，你知道吧？就这句话特别讽刺，而且特别容易就是，对吧？啊，就是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听不下去了。然后他紧接着他就讲，他说，哎，这个人可以穿什么？他穿连衣裙儿。然后他就开始讲什么呢？他就开始讲连衣裙的品牌，讲着讲他就跑偏了。连衣裙有什么品牌？哎，它连衣裙有拉链的，有什么粉红色的，有这个那色，他就不讲这些东西，然后他讲特别偏，然后紧接着下课了，然后这一节课我就特别无语，我就特别特别无语啊！我说这个课，他这个课在干什么呢？就是我真的不像其他的学生，就是其他学生可能就说听听老师可能讲的，他愿讲啥讲啥呗。但是我真的是那种就是带着批判性的，我就是特别警醒，我就说啊，这课妈的干嘛呢？因为我说实在，我们的课非常的贵，我们就是你们本科，你们也上过本科嘛？本科可能一学期可能几千块钱，我们一年的学费是12万，也就是我们大概这12万平均到每节课上，我们每节课是200多块钱，将近300块钱。我就觉得这一节课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金钱，我就真的我特别的难受，能懂不？啊、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完完全全找不到学生那种感觉，因为我太清醒了。你像有的孩子，就是我们班也有那个就是刚毕业的那种孩子，然后他可能对这个圈子里非常向往，然后他可能也上过大学，他也知道大学的那个课程的那个这个规则，所以就是嗯，他们不觉得什么，但是我真的我就特别痛苦。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课，你们上大学也是，就是3个小时课程，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听这种就是没有主题的课，我真的就特别难受我真的特别难受。我们是从早八到那个早8点半到那个11点半真的很痛苦。我说我早起我是干什么来了？我真的很质疑啊。早八呀，我的妈的，早八我真的是受不了啊！早8点半就在那块就听老师在讲这些东西，那首歌名字叫《晚星》叫《晚星》，晚星。所以就是自己的状态不像一个学生了我还觉得说早上起不来，我就因为上早八，我每天晚上我就入睡困难没有上线没有上线，没有上线。那首歌是在实体专辑里才能听到实体专辑还没有上线那我就觉得说，你让我早起，你让我有个意义嘛？我就说什么呢？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我不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心态，我是太清醒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不光是大学，就是上这个大学是这样，我在初中的时候，老师的一些教学方式我就产生了质疑，所以我一直都是比较清醒、比较早熟的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不认同那个老师的教学方式，我就是不认同他们的那个教育方式，我中学才辍学的，跟老师总干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要的是结果，他们享受的过程。就我觉得就是这些课程确实会能提高自己的那个对电影的一些
这就是电影的素养啊。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已经从业过或者说需要实战经验的这种学生来讲的话，其实不太友好，因为我的所有的经验都是来源于我实战，就是我期待是实操，比如说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拍电影，我期待的是这种课程，而不是讲电影是什么。就是现在大学讲的不是，就是现在大学不是教你怎么拍电影，是告诉你电影是什么，什么是文艺片，什么是商业片，电影的发展史啊，就是讲这些东西。其实我会有一点点没有耐心啊，对，我没有耐心听这些东西啊。谢谢文言念的抖音啊。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烟霞。谢谢温妍妍的谢谢温妍妍的多喝水。实操真的很少，是的啊，是的啊，所以就是说，就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课程适合那些没有基础的人啊，对这个在这个行业里是小白的人来学，我觉得是挺好的啊，就对这个电影没什么太多感受的啊。对，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课程可能有点不太适合啊。有些东西你不尝试，你根本就不。而且其实我学了之后，我其实对这个行业有点祛魅了，我对这个行业都有点祛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做电影的还不如做那个短视频，做那个 vlog 的这些那个东西啊。可能老师自己都没有拍过，有这个很。我对这个行业祛魅以后，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做网红吧，我就做自媒体吧。是拍那些片子，我说实在拍那些片子，现在的观众人人都可以当导演，现在的观众可以批判任何人的作品，就是还不如就是你就拍 vlog，你做真实的自己，你何必呢？你拍那些你认为专业的东西，但是观众不买账，那种感觉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所有的学者、艺术工作者，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小骄傲，但是你拍的那些东西会被大家批评，你的骄傲会被大家践踏，其实这个艺术工作者是有点接受不了的。所幸其实我也接受不了，但是我就觉得那我不做这行，对。我觉得我的人生主打一个就是清醒。以后旅居是房车周游世界吗？我不会房车周游世界，我可能我的旅居可能就是开个车去那种就是体验各种民宿啊、农家饭呐，然后就是那种想去少数民族去那种地方，然后去待一待啊，或者说去那个草原上、部落上去做客呀，
啊，就我想做这种事情啊，我想去那个深山老林里边去搭个帐篷啊啊，对，我喜欢是这种。我蛮喜欢，就是跟就就是跟那些自己没了解过的事情，跟他们去相遇，跟他们去有一些建立一些关联。我蛮享受这种状态的，就是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体验，然后遇到了一些自己一直都不了解的事情，这会让我非常兴奋，这会让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嘛，这生命的意义啊。第10集的新歌什么时候上？第10集的新歌是实体专辑，应该不上啊。如果上的话，也是半年或者1年之后才上啊。例如删我微信，你是那谁？你是那个小蔡是吧？是明年遇见我。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删你微信的？我想他不会是要那个啥吧？什么时候出？之前的实体哪里买啊？之前的没有了，之后的，之后的就可能下个月啊。我一直都知道，我不说而已。那你总结出我为什么要把你微信删掉？你总结了我为什么删你微信这件事情吗？又要骂我了？没有，我没有骂你啊，就是你总结过我为什么要删你微信？下次塞一起是什么意思？叨在直播呀。我不听，我要走了，不想挨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啥把你删了。我想让你给我提个醒，我也忘了2本专辑塞一起，我还以为你在开黄腔。我还以为你在开黄腔嘞。叨声音有点大，他本来他说话声音就大。让年遇见我。饭锅炸了，被封了，该。看他眉飞色舞的在那块讲，他肯定就是他讲啥了？讲啥了？被抬了。讲被偷吃啊？他真的是为了赚钱。没想到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在那块讲的眉飞色舞的，我在这屋我都能听见。
导演好，您好呀。200多人了，200多人收了多少礼物啊？谢谢你们的关注。我跟那个，那我跟大家爆料一下，为啥今天我们分开播？就有谁想听我们今天为什么分开直播的主要原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想听的话，请扣1。啊，说过了。他跟你们说过了呀。感觉吵架了，全都他跟你说过了吗？在一起又要理论了，没有盲猜的，哎呀妈，猜对了。行了，我回去播，在这块播有点冷。来，我给大家揭秘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分开播。分开播的原因是吵架了。来，想听详情的请扣1。来，想听为什么吵架了请扣1。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这一说，我可能因为我这人吧，在我的直播间里永远说实话，可能会伤及到二某，但是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解密一下为什么我会分开播。起因呢是今天那什么，今天那个去医院不是要住院吗？去住院的话，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就是我们说要住院的那个医生吧，也没跟我们说太多，也不知道这个手术要多少钱，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因为他只说住院1周，我也不知道说这个住院1周，到底会怎么回事儿。然后今天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实话，因为前2天我们买车了，我跟二老刀去买车了，买了一辆越野车啊，买了这个越野车呢，然后就打算就是说那个开车回家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前2天我们要庆祝一下，因为我们买车了啊。前2天吃饭不是说要庆祝一下吗？然后结果呢，就是说今天去了医院。今天去了医院以后呢，就是人家医生告诉我们说说就是今天没排上，然后我就顺便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手术报销比例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我是深圳社保，然后在北京报销比例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然后再有呢，就问一下这个手术内容和手术的一个就是一些流程之类的。就了解之后吧，就是你看，今天我们没住上院，我们大概就是明天住院，周4才能排上手术。我们规定是做手术要1周住院的时间，也就是周4我们做手术，大概12号我们才能出院。12号，因为10几号、15号还是16号还是10几号，可能就要春节了。我这又买了一辆车，所以呢，我就得开车回去。但是呢，我通过了解，我这个手术出了院以后也会非常的疼啊。这个手术它不缝针，它是纯的，就是说长肉的那种，会非常非常疼。所以开回去有2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可能会不舒服，可能会昏迷，开车就可能比较累，第一点。第二点怕12号往回开的话正赶着高峰，
因为其实了解春运的人都知道，春运高峰时刻的话，其实就会有那个引发事故的隐患。所以我综合想了一下，我说那个，那咱们了解一下，然后了解一下那个深圳那边报销，实在不行咱们回那个深圳去做。结果呢，也不知道他抽什么邪风啊，他就觉得说都已经约定好了，他可能觉得说我之前就是如果说在深圳能做早就做了，他觉得说北京的医疗条件是最好的，所以他就一直想让我在北京做。但我说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我说你要在做完了以后，那个开车回去是非常危险的，无论说是因为做手术还是因为春运，那就可能导致了回不去。那回不去的话，可能就会因为你回不去的话，你想想你在北京又是一个一线城市，有没有单独在一线城市过过年的？一线城市那个就是那个吃饭呐，这个春节的时候连外卖都叫不到啊！就是我就说这个咱们就到那个深圳去做就是最好的，而且怎么样啊？他就一直都不想让我去深圳做，可能主要原因可能我自己分析，可能是因为小大夫介绍的医院，可能是要在小大夫曾经工作过的耳鼻喉科医院做这个手术啊，不想让我去做，不想让我在那边做。我说那你不在那边做的话，你就得在北京过年。你在北京过年的话，那吃喝，而且做完鼻子的手术，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过年基本上什么你都吃不了了，因为我这是鼻子的手术，他如果不恢复完的话，你想想马上就过年，过完年以后我吃什么东西，我这鼻子得痛死，而且鱼肉基本上都不能吃了，他就要不回家了啊。他不回家，然后那个要跟我在北京过年，就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而且我俩为什么要吵呢？是我一直都在，我就跟他说这个利害关系，但是他呢，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就是他最近总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脾气比较大，说话声音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说话声音就那种就是，就很奇怪。他现在就很奇怪，包括前2天我让他改那个剪辑的东西，他也是脾气大的，就是再加上昨天晚上他就脾气就大的，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就大概我就说了一下他，然后最主要的是我这个人吧，我生完气吧，我这个人我就挺烦吵架的，我就在那块我就特别烦。结果这个傻的呢，跟我吵完架以后在那块睡觉了，他就在那打呼噜，然后他在那块睡了将近2个小时，他起来他没啥事了。然后就跟我道歉他跟我道歉，然后道歉我说我没有什么生气，我说就是你这脾气你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是现在脾气大的，然后就说不进去话。我说这样，我说那你就是那什么，我明天我就把那个车提出来，然后我就先回家，然后那个年后你再来找我。我说我不听你的了，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说那个我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因为我觉得说你首先你不了解这个医院的一些事儿，第2点呢就是你不懂过年在北方过年有多难，第3点你根本就不懂这个手术做起来会非常非常的疼。对，我说我不听你的了，我说咱俩就是以后就什么事儿吧，尽量的不要商量就是听我的就好了，或者说你不想听我的，那咱俩就分开行动。
啊。然后呢，他就说非得要跟着我说不，那你明天要回惠州的话，那我跟你一起回惠州，因为我在跟他就是吵架之前，我说那个，那咱们就早点回惠州，然后呢，你跟我一起回惠州，然后他不愿意回惠州，他觉得惠州回濮阳其实有点远，他就不想回惠州。那我说那我这次我自己提车回去，然后我就回惠州在那等你嘛，等你年后然后去惠州。他不行，他说啊那个我就必须得跟着你。我说真的没必要，我说你还得回家过年。他说不行，那我在那边我坐飞机回去，从那个深圳坐飞机到那个郑州。我说那你随便你吧，我说那你这样你就是浪费钱，我说你要浪费钱的话，我其实是不建议你浪费这份钱的。我说你要想坐这个飞机的话，那你自己去赚那个飞机票啊。我说你自己赚飞机票，就这样他就来直播赚飞机票来了，然后我也没搭理他，因为我发现他自己在这块赚飞机票呢，你知道吧？他在赚飞机票呢，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我也叫着他嘛，你知道吧？我就叫着他，我说，那挺有骨气，那你自己赚吧。然后我就吃饭，我就叫着他，然后我说那你因为今天我其实是不想播的，但是刚才直播间里有人催我直播，然后我就来播来了。你要说吵架了呢，确实也吵了，但是我现在呢，我也不生气，而且就是我也不觉得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会觉得说那啥，以后呢，就是说，不要跟二把刀商量。你跟二把刀商量的话，我就觉得说，二把刀就有的时候就是他可能理解能力和有一些经验什么的，确实没有我多一些啊，没有我多一些，所以，哎呀，你就比如说他。首先就是说我们纠结的就是点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说北京的医疗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就让我在北京做。第二点呢，他怕我一拖再拖，可能对我的生命安全也有那个危险，因为我这个是呼吸暂停，鼻子导致的呼吸暂停可能会嘎过去，呼吸不畅就嘎过去了，所以他担心2点。但是我就跟他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说首先到年前了。我说你今年突如其来的去北京，家里人本身就会怀疑。第二点，你今年突如其来的不回老家过年，家里也会怀疑。我说咱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出柜，大概是这个意思。第二点呢，我说但凡我要着急做这个小手术，我年都过不好。能明白不？这个手术是非常非常的疼的，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是有一个就是那个芝麻和绿豆的那个剪辑师，他跟我做的是一样的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每天得打麻药，你知道吧？每天得打麻药，因为巨疼。对，是巨疼的。而且你过年的时候，你就赶着这几天了，我还得开车呢，你知道吧？他就非得纠结这个，然后我跟他讲通，然后就这样，我俩就拌了2次嘴。对呀，你说我过年，你说我吃不下，然后我开车也危险，然后就因为14号过年，我12号才能出院，出院以后我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出院以后我还不知道那个就是恢复的情况，而且人家那个做完手术的那个人跟我说那个有的情况就是说你1周根本出不了院他就一直执拗，我就跟他讲通，而且就是我本身是深圳的社保医保，肯定是在深圳做可能会更保险一点肯定在深圳是最保险一点嘛，你们能懂吧？就是万一异地报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在这边有一些那个套路，对不对？那你说咱们就是那回那边做就完事儿了呗？不的，直面。而且我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这个手术，我们这个鼻子的手术是一个小手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鼻中隔偏曲，
鼻中隔偏曲，就是我这块鼻子多长出来了一块骨头，导致了我呼吸不畅，我必须得把这块小骨头割下去。这个割下去还不能缝针，就等于生割，然后就会就是那个鼻子里就会哇哇窜血，然后就会咳血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期间我必须得用嘴呼吸，然后这个鼻子就顺着这个咽道，然后就到嗓子里，甚至到肺里，就有可能还到这个喉咙里，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麻烦。我就说别因为做这个手术大家过年都过不好，能明白不？哎，会一直流吗？他就是疼到什么程度？就是因为我那个剪辑师，那个剪辑师他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他会就是因为那个麻药也不让你完全的就是用，他是隔一段时间才让你用，因为麻药用多了不行啊。对，就什么要连那个痛泵，然后就是疼到不行了才能用，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痛。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那个一个鼻子小手术应该不会妨碍到开车，结果我问的那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说，你疼到你经常要打麻药，打麻药的时候你根本就下不了床，甚至你尿你都要在尿壶里尿，都已经疼到那种程度了啊。他也是跟我同一个医院做的，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事儿。咨询医生不是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剪辑师，他是跟我一样的手术，一个医院去做的，他大概比我提前了1年做的，所以基本上他说的就是没有毛病了，就能明白不？所以就这个东西我就说有没有必要年前做，我主要就是哎呀，然后我就跟他办了两，我就觉得2把刀就现在脾气大啊，然后我心里我就在想，我说哎，你前任欺负你，然后我对你好，完了你欺负我心里就这种感受，我就觉得说哎，怎么这样？就是对，他脾气比我大。我也要说2句。你说呗。刚才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啊。我来说说我的想法。第一点就是我们这次过完年回去可能不会再回北京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的前任他是从小就是在深圳长大，他的那个胃是个很小的毛病，但是在深圳看病看了好多家医院都不行，他就说深圳的医疗水平不行，所以我就说在我的认为就是深圳的医疗水平不行，这是第二点。就是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不可能再来北京了。第一点不可能再来北京。第二点就是我们深圳医疗水平不行。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住院的这个过程都是比较顺利的，就是我们想正好这个事情这么顺利的就可以来做，我就想那我们干脆就赶紧在北京做了得了，因为我也怕回到深圳之后可能这个事情就是再做不好。就是北京的医疗水平好是大家公认的嘛，所以我就想着我们赶紧在北京把这个医院把这个手术做了。这个是我考虑的主要的2点。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我要去小大夫曾经工作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去做手术，你有没有介意呢？我介意这些干嘛呀？那你为什哦，好吧，就是我可能觉得说他是因为这个才不让我回那个深圳去做的。因为因为我的前任他是胃一直不好，我跟他相处2年，他胃一直不好，他辗转深圳的所有的医院他都看过，他都看不好，而且他的胃我觉得不是个大毛病，是个很小的毛病，他就跟我说深圳的医疗就是不行，所以我就觉得在深圳可能就是那么小的毛病他都做不了，那像这种要做手术的肯定还是在北京当地做比较好，所以我才会这么着急的我说咱们就在北京做，因为我们过完年之后可能不会再来北京了，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看病的经历，就是你在这个医院做的检查，
另外一个医院是不认的，你必须在别人的医院再做一次检查，就是这种，就是我之前有过这种经历，然后因为他做那个医院要拍片子，拍 CT， 拍 CT 本身对人身体又不好，就是一般体检的话，他们都会那个要求半年之内不要拍第二次 CT， 所以我说如果你要回深圳做的话，说不定你还要再重新拍 CT， 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咱们就直接在北京做了之后，然后再回深圳，因为以后就说不定不来北京了，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好，那你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完这个手术，而且又在年前着急做这个手术，那会不会影响过年期间的所有的行动呢？会影响。那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理呢？就是你看你现在就是在着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年前把它做了，但是比如说周4做手术，出院最起码就是12号，12号导致了咱们回不了家，过不了年。第二点，就算不回家过年的话，那导致说过年可能会非常的痛苦，别人都在欢声笑语当中，我可能在你的照顾之下，然后可能也是啥都吃不了，然后就过年就咱们在这个地方连送外卖的地方送外卖的那个商家都没有，那怎么去克服这个事儿？因为我之前你不是跟我讲过，你说你不想回家，你可以留在别人，所以那你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问题。然后之前上海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也在上海过了一年，其实那个年我觉得过得就是想吃什么，其实点外卖也都可以点到，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到在北京过年会跟上海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在北京过年，你是知道的，我不是。北京和上海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我做这个手术，我什么都吃不了呢？是，因为它鼻子和嘴它是连着的呀。那但是你过完年之后，其实照样什么也吃不了。那我起码不是在过年期间吗？你就是让我做完手术，哪怕我就回惠州了，家人也因为我的吃的东西也要操心，因为我疼啊，能明白不？那就只能去深圳做手术。还有一点就是我需要补充的是，深圳申请了长期的异地医疗保险，跟深圳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他说的开车回去，其实我们那时候问了医生了，医生说这个不影响开车。然后后来他又问了他那个做了那个手术的朋友，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做手术的这个朋友做的年限比较前，所以现在技术会不一样呢？所以医生他的表述可能跟以前也不太一样。我是这么想的，我不是说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好，你可以就是那你如果说你表达的特别的温柔，且以一个劝说的方式，咱俩不会吵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为什么今天脾气又那么大？你最近为什么总？因为我感觉你不信任我。我当然不信任你啊！我跟你说，我说深圳的我说人家住院的报销比例是94%，然后你打电话就说二把刀说94%，怎么可能这么高嘛？你跟人家这么说。我说我在网上查的，人家深圳本地保什么抖音上查的就是这么高的比例。就是他那个二把刀的意思就是说，住院报销的比例高达94%，但是我跟那个就是已经手术过的人，在了解这个事情，他说不可能，因为他曾经至少花了4-5千的就是住院的一些情况，不可能报90%多。我说那如果说不能报这么多，因为我们现在没什么钱，哪怕省2000块钱，如果说深圳能报的更多的一点的话，我们就去深圳做。你们觉得没有那么高的话，你们可以去网上查，深圳的异地医疗住院报销比例是94%，它跟本地是一样的。深圳的报销比例好像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便宜一点的话，那个怎么样，我就会回去那什么啊，异地报销比例低，就是而且你们去网上查，是全国是一样的。我们是有社保，对。
有社保，就是反正我就是做过相同手术的那个人，大概是1年前做的，他自己花了4、5千块钱，啊，4、5千块钱，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再一点呢，就是因为2把刀呢，他会觉得说，就是深圳的那个医疗不是特别好，但是鼻中隔偏曲其实它算是一个小手术，因为很多人都有鼻中隔偏曲啊，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把这个骨头切一块，跟你那个胃病没关系，能明白不？频繁流血，我不会频繁流血啊。你就算再小的手术，他动刀感觉也是个很大的东西了。所以啊，就你这个大马哈，你觉得如果说这个过年期间你能照顾好我吗？或者说咱俩，我平时我说实在的，表面上是你在照顾我，你在做这个家务之类的，但是大事小情哪一件事我不得操心？你觉得过年这么大的事儿，你觉得你能处理好吗？你觉得你能吗？我不是说那个怎么地了，你现在的脾气这么不稳定，这个时候你突然跟我生气了，然后我在那块生着气，然后鼻子窜着血，这边又那个血又这个顺到嗓子眼里，那你说这个年还过不过了？啊，现在就是现在就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就是一定要年前做呢？对不对？那我会想着年后可能我们不再回来了。谁说年后不回来呢？你再说了，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小手术，本身它就是一个小手术。我当时我都想着在惠州做的，你说卡着这个年前，就是从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个术后会非常的疼，那这年过不过了？不至于矛盾，我不是说我俩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之所以发火，我其实我俩在吵架之前，其实我是想年后做吧，他就说年前做吧，然后其实大家都在输出自己的观点，就是说想让这个彼此就是妥协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脾气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是我发火的点。我一直在说，因为我每次我看到他发火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发火，我不想跟他发火，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时如果说别人跟我说话大声一点，我立马我操你妈，就那种，我可能就是吵架了啊，就可能比较就是脾气上来了，但是呢，他一跟我吵架，我就会觉得说。就不来这个不讲理这个劲儿了，你知道吧？就来了，然后呢，但是呢，你要是今天我要是不跟他发这个火，我就发现他每一次都在发火，啊，真的不是1次2次了。上一次我记得是什么？就是上一次我让他修改那个剪辑的东西，哪儿啊？我觉得没问题呀。就这种，就我让他修改成哪儿啊？就那种。那你上次不批评过我了？批评你也不改呀，你就这死味儿啊，你就是那死德行啊，哪儿啊？这有什么改的？我觉得就这样就行，不用改。哪儿我不会改，就那种就来这死劲儿了。那玩意儿你要不想改，那无所谓啊，你不改就不改呗。那你这是因为这个给这帮人免费看的东西，然后你跟我俩这个整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图啥呢？对吧？你天天哪儿啊？需要吗？我觉得挺好的呀，就那个死劲儿。我真的我就会觉得，我说这脾气他就是。对，他每次你知道我最讨厌他的是什么？就是他每次把我惹生气了，然后他每次给我惹生气了，其实我都会觉得说，毕竟说他为了我来的，然后又再加上就是说有的时候吧，
我很怕让他会觉得说，好像啊你是赚钱的，然后就所有的都得听你的。我要对他凶一点，我都怕他觉得委屈嘛，所以我就怕他有那种不安全感。所以就是他每次跟我发火，我就不说话了。不说话以后，不说话这个人，哎，每次吵架我都不说话，不说话，然后他就在旁边缠我一会儿，然后我不说话，他就睡着了。每次他跟我吵架，我不说话，他睡着了，打呼噜，睡2个小时以后没事了，老公你原谅我吧，就那种。我怎么原谅你？你打呼噜的时候，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啊，你原谅我吧。然后每次都是这死德行啊，每次都是吵完架不改。哎，那你说你就说话，你要不能说你就别说，对不对？那俩人在一起沟通，如果说你就是总带着情绪的话，那你甭，你就自己单身吧，对不对？你就单身吧。我脾气这么大的人，我天天我就是得忍他的脾气。看起来有点不服，他能服吗？他服，怎么不服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解释呗。上次剪片子为什么生气？因为他提修改意见，他不给你提具体的，他不说哪一幕几分几秒哪需要怎么改，他不这么提，他提的很笼统。好，我这个事儿我跟大家主要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不是有意打断你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今天看第10集了吗？我想请问一下，今天大家看第10集了吗？就是今天临时更新的第10集。如果大家看第10集了，请扣1。来，我看看有多少。第10集请扣1。来，看的第10集的请扣1。来，好，第10集大家都看了。第10集呢，我就说好，大家不用扣1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细节，就是我就跟你们说说这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我一说你们就懂了。第10集小薇死了之后，然后有一个大概1秒钟的那个黑屏之后呢是远处的山，然后我望着那个山，这中间会有一个空白，然后这边呢我又没加话外音，我就说怎么能让这个衔接的会更好一点？我说那你加一个钟声，再加一个寺庙的木鱼声，这样呢就代表着就是说，因为正常可能你们没有这个亲人过世，你们家没死过人，但是那个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一般火化了之后，他们会把这个骨灰坛放在寺庙里边放几天。所以呢，我就想表达的就是说，小薇这个角色，她死了之后呢，然后就是火化，然后就是说，放在寺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加一个那个钟声和木鱼声，对吧？结果呢，我说的非常明白吧？加钟声和木鱼声，这家伙把钟声和木鱼声加到了冷冷，就是那个亨利在大雨中跑的时候。你说正常人会在大雨中听到钟声和木鱼声吗？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思维啊，这是一个多么离谱的脑回路啊！大雨中我听到了钟声和木鱼声，你说这些东西让我还教吗？行，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把钟声和木鱼声加在那里？是因为他跟我说加钟声和木鱼声的时候，他的那个画面停在了冷冷在雨中奔跑的时候，而且他说我们要说冷冷为什么没有来参加这个葬礼，是因为他被这个就是下雨了，可能把他困到那里了。他是对着这个画面讲让我加钟声和木鱼声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钟声和木鱼声就要加在冷冷的这里，这就是我的理解。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理解，因为你正好是放到冷冷那个画面，然后你跟我说要加钟声和木鱼声，所以我就会以为你要把钟声木鱼声加在这里。然后还有之前上次跟他发火，就是因为我说他提的要求不够具体，
所以我会发火。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是做那个客户对接，客户经常会提这种要求，我就经常的就是非常的炸毛，所以当我在剪片的时候，我又听到这种要求，我就是条件反射，就是应激了，我就直接炸毛，我就那时候非常生气，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具体的哪里需要改？你是不是记得？我是不是跟你说，你能不能跟我说具体哪里需要改？我那会儿其实就是以前干工作搞的非常反感这种什么，这种修改意见的提的这种方式。你们如果做什么设计啊什么之类的，你们肯定非常的能理解我的话。就是你们如果听到这种笼统的修改方式，你们会非常炸毛，你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改。所以我就会非常希望，就是说你要明确告诉我在几分几秒，或者是哪一个画面你需要怎么改。我觉得这种修改是我觉得非常容易能接受的。就是如果你们上过班，你们应该都能理解我为什么会炸毛这个事情。好，你表达完了吗？首先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种观点我非常不认同。首先第一点，你做这个事情不是一份工作。第二点，我不是你的客户。第三点，我虽然说的不清楚，但我的语气和态度，我觉得是情人的关系。所以我用一个温柔且甚至我都有点怕你了。我现在让你改什么东西，我都有点怕你了。我说这边咱们能加这个就好了。我以这种方式去跟你说，得到的是你拿我当客户。我这个是条件反射，我不是没有。你是条件反射，那你如果觉得剪辑是你的工作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剪呢？我没有他觉得是工作，就是面对这种情况，你就会回想起跟之前一模一样的情况。首先这个剪辑，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剪辑之所以现在能这么好，效果能这么好，就是因为你的尽心尽力。我这个一直我都在直播间，我一直在说，因为这次为什么说大家会觉得质感不错，因为是有一个人在辅助我做这些后期的工作。可能我剪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有一些声音的处理和画面的处理，为什么这一次影像大家会觉得有质感？因为轻微的磨皮了，这个磨皮是达芬奇磨的，这个是我不懂的，所以你做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让它变得更好。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说下一次你剪完的版本你觉得不需要修改的话，那我们就不修改，因为已经能满足大家的日常的需求了。我们之所以去改的话，其实是想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而且变得就是说让大家观感上就是说可能更细致一点。所以有的东西吧，你要是不想做你就跟我说，我也不必要就是说一定要改，就改也没什么就。我没有不想做，我是想要具体的修改意见。具体的修改意见，如果说我跟你说的非常清楚的话，你又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不用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不是说我说的不清楚，是我有点怕惹你不高兴。因为你这个人吧，就是你总觉得，包括咱们拍戏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拍戏的时候咱俩那么疏远吗？因为那个时候你给我呈现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演的挺好的呀。你每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会说我表演不好，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事实上我在现场提出来了，你是表现出极其的反感和不理解的，所以你一定会按照你的标准去演，这就导致了说你到最后你还是在坚持你自己。剪辑也是这样，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剪得非常好，或者说不用修改，那咱们不修改。我没必要就是说因为这个大家看的这个免费的东西跟你吵这个架，能明白不？我觉得是一样的问题，因为你之前表演的时候你也没有说具体需要哪里改，因为你的态度就是不需要我们来指点呢。
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我来指点你演技的东西，你没有你的戏的时候，你啪嚓一下就走了，导演，那我们先撤了。这是不是你做的行为？就是你这个行为就导致了说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沟通。没我戏的时候我撤了，那是所有的都没戏了我才撤的。你觉得你现在演的不好是归谁呢？归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看的演的不好。那这些东西我们现场，你觉得现场为什么别人我们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机会，为什么不给你机会呢？你觉得？因为你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傲慢。你可能你自己不觉得，所有人在现场都是特别害怕、特别小心的在演，你在现场是那种，我就演挺好，行。我们都不敢，或者说都不愿意告诉你说你演的不好，就好比你之前演的那些戏，比如说，什么你害怕什么？害怕遇见渣男，这个是你自己的方式。包括你没事瞟镜头，包括你演霸总，你演不出来霸总那个劲儿，这些东西，你但凡你要是虚心，或者说问问我们。你没事你就要走，你现在你演成这样，这个不是说我们不教你啊，是你压根不需要我们教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说想变好，或者说如果是想把这个东西变好，我们就是得沟通，你就是得听别人说怎么改，没必要啊。指点他，你们压根不知道他现场的情况，他现场的情况跟他拍戏的时候跟剧组里所有人都不熟，明白不？为什么他跟所有人都不熟呢？因为他不需要朋友，他不跟别人社交，明白不？这就之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就是那个制片人说他非常的高冷，能明白不？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他总带着情绪，他演戏的时候他也会带着一点情绪。就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说情侣之间想演好的话要培养感情，他那个时候就说我觉得不用培养感情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从技术层面能达到的呀，实际上他达不到，就导致了我们之前的戏份可能在你们眼里没问题，但是在我的眼里不过关。那你们再看，你们有机会你们看11集和12集，你们再看看11集和12集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技术流，一个是体验派。你关键你技术里，你要是能呈现出技术，我们不说什么。而且你是一个演员，你不听导演的，你就觉得你特别牛逼，你特别就是有能力，那你需要我们指导吗？需要我们知道吗？你带着那种傲慢的劲儿，那个傲慢不是说我有多张狂的傲慢，是我不需要交朋友，我不需要听别人指挥的傲慢。那我说什么呀？所以剪辑也是这么个事儿。如果说你觉得你剪得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说剪得不好了，这就是冒犯你，或者说不尊重你，那我觉得这种冒犯我真的我是一个导演，我要把控一些细节的。那你觉得如果说这些东西你沟通不了，接受不了的话，那我对吧？那我怎么沟通呢？而且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每次都是耐心的跟你沟通，而且是非常的温柔的跟你说的，是你每次你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想做，或者说你觉得你做的 OK， 你可以说，你就说，哎，这种方式也行，那咱们就不要这么做了，而且我有点累了，好，那咱们不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呢？对不对？你还拿我当什么客户，什么不指出来？我可没有拿你当客户。这是你的那个行为勾起了我以前的回忆，勾起你以前的回忆。那你前任跟你吵架的时候，然后所以你就现在就把你前任对你的事儿，然后用在我身上是吗？那如果说我也像那个我勾起我的回忆，我所有的感情我都比较强势，那我对你也强势呗？你觉得你能强势过我吗？那所有人不都是一个生活，怎么能重蹈覆辙呢？我是你的客户，我让你想起我可恶的，对吧？可恶的客户了啊！我是你客户吗？不是想起你的客户了，是那种情绪就会跟之前的一样。你总是带着这个情绪，你能成长吗？还是那句话，这些东西不是说强制让你去做的，你如果不想做，你就不做。我不想因为这些事吵架。你现在就所有人都觉得你憨厚，觉得你那个就是那个温柔，但实际上你把你的所有的那个脾气都发在我身上，你以后你还想家暴我呗？还有就是可能你跟我提的点是我已经反复尝试后的我觉得比较好的点了。那你就说呀。你要说这个事儿我做不明白，你来做，我来学啊。你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出来，然后你把这个脾气就发出来了。你要说做不出来，好，老公我做不出来，你来做，那也是句话呀。那怎么就能发火呢？还有昨天那个在沙发上，你就说昨天在沙发上一直在那块就是聊天，在那块就是眉飞色舞的让大家就是一起来听故事，说了一句勾引这个词，你至于吗你？而且你有没有注意你的访谈里边，你的访谈那个他说呀那个什么，你在访谈里就是说也用到这个词了呀？你至于这样吗你？你这一系列的这种，你半个月你发火3次，谁能忍得了你啊？你是觉得你红了？你觉得你是巩俐了？没半个月3次，2次。巩俐你要不听话，还有章子怡。你控制不住自己脾气，你35了你。你不要听这个评论区里在那块就是天天在那块捧你啊，怎么样的？他们就是墙头草啊，见风使舵，他们巴不得在那块就是，哎你天天听他们说，哎你演的真好，你演的真好，你演技真棒，你自己看你自己剪的东西，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演的烂。你听他们就是这些糖衣炮弹在那块泡着你，你有点飘了，我觉得你真的觉得你演的好，你为什么剪辑的时候你剪的时候你特别尴尬呢？我以前是觉得好，我现在觉得眼前演的不好。
所以我今天我跟他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后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说因为你的认知和我的认知不处于同个阶段。我说因为我的社会的经验会比你多一点，所以有些事儿吧我不能听你的。还有关键一点，他妈做手术疼的是我呀，你是他妈赶紧他妈做手术。他今天就是。我就觉得今天特别的奇怪，家里出现了一串我没见过的钥匙，家里出现了一串我不知道是谁的钥匙，这个钥匙也不像是他的钥匙，因为这串钥匙感觉像是一个中年大叔的钥匙，巨脏，而且就是他的钥匙不可能这么脏。这个钥匙一直在我的那个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联想，他今天一直在他是一个睡觉睡不满6个小时会发火的人，结果他今天疯狂的大早上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就说走啊去医院，因为那个大夫没跟我说那个是要早上去还是中午去还是下午去，正常的我们理解就是说那就下午去呗，而且今天确实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睡够6个小时，他就非得逼我说赶紧去医院，然后他甚至他为了让我早点去医院，他说要实在不行你打个飞机吧，因为你好几天不能打了啊，他居然说这种话，然后呢就着急就把我送走。你是这么理解这个钥匙的？着急把我送走。那咱们现在查监控吧，是我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到那里的。因为咱们要拿箱子，你不能不管不顾，就是做手术这个事儿，然后你就是着急让我去做手术，而且他特逗，他在网上查的是这个医院不能陪床，不能陪床，结果他就着急让我去住院去，他说他就在这块特别的难受，就说老公好几天见不着你了，但是他下一个动作就是说赶紧走吧，就那种特别奇怪。我也不知道你是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快去幼儿园吧，爸妈要出去吃大餐了，就这种感觉。那我要是真的有这个事，我这么表现我也太傻逼了吧。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就说你这个行为，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压根儿你都不在意，就是说这个手术具体的情况，你就安排我去医院了，而且你不考虑说提前住1天医院会产生的费用，你就直接说哎去医院吧，就那种。人家是让周一去，然后我们都下午2点了还不去，那你说我不着急吗？关键你今天是8点还是9点起的？ 9点，我表响了之后起的，我就是定了9点的闹钟。他也没跟我说呀，他跟你说了吗？没跟我说。那不就完了吗？他没告诉咱们早点啊。就是我潜意识里就觉得住院我们应该早点去，这个跟来，你把那串钥匙给我，我现在给我妈打视频，我让我妈亲口说你在这听的是不是我的钥匙？因为我们没住过院。而且我们家离那个医院是半个小时路程。下午2点的时候，他说：“老婆，要不你去灌一下？”我说：“你现在就灌一下，老婆你去灌一下是什么意思？”我说来不及了，你干脆就打个飞机。我说时间上来不及了。你说这是我赶他走吗？已经下午2点了。一般的医院都是4点半就下班了。你办理住院，你肯定要预留1个小时。我就觉得时间肯定来不及了，我就非常非常的慌张。我说咱们赶紧走吧，不要再，
你们觉得我这个2点钟我说我们不要这个再做这种事了，我们赶紧去医院，这个是我赶着走吗？就正常，我告诉你正常。今天我确实觉得奇怪，正常呢，就是因为他前2天知道我要做手术，他天天要求就是说想那个爱一次，然后呢，今天呢，就是我其实我是没睡醒，因为我们昨天睡3、4点钟睡的，然后因为要住院1周嘛，就可能就是想那个那啥一次，然后结果呢，他突然他就不想跟我那啥了，他就催我赶紧去那个医院因为我觉得你住院治疗这个事要比这个事还要更加重要。那如果你把那个钥匙拿来，你看那个车牌有个叫什么绿城还是什么东西，你搜它是不是在那个什么新城东路，这个小区是不是在新城东路，在郑州的新城东路，它是郑州的一个小区的牌子，这就是我的钥匙。我跟他说，我说从我有钥匙的时候，我就是拿这串钥匙，不管是我们家的还是我租的房子的，可能大学的时候的钥匙也在这上边，我把所有钥匙都放在这个钥匙串上，然后放在这个行李箱里了。然后今天我们去住院要拉行李箱，行李箱因为装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可能装这个他也用不到，我就把这个钥匙拿出来放到那个里了。包括我们那个上面有监控，我是前2天把监控打开了，我们查监控也都可以查到，是我从那个行李箱拿过去，然后放到他的。他胡思乱想也不跟我讲，他就胡思乱想，自己就胡乱猜测起来了。让不到上线了。他倒是问了我一句，他说你这个钥匙哪来的？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我从那个我有钥匙开始，这个钥匙就是在我这儿。你看一下评论区里，人家都在说，包括今天出门。你说让我去逛，我说已经2点了，我觉得可能来不及了，咱们赶紧出门吧。我说老公，你这个如果我现在再弄的话，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我不是想让你快点住医院里吗？而且你们可以去网上去抖音搜，你搜安贞医院住院，只搜这5个字就够了。肯定会有好多人告诉你不能陪床，每天3点到5点才能探视，没有任何一条视频会告诉你可以陪床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一条视频会说，只要说到住院这个事都是不能陪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这几件事联想起来，就是好像我要干什么一样，我就觉得非常的冤枉。我就觉得如果说你真的要有别人的话，你就带套就好了。我不想。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播间的大家，如果你们真的现在切出去，你们搜安贞医院住院，安贞医院住院这6个字，你们如果能找到任何一条说可以陪床的消息，说的好，而且就是我跟他说了这个事，然后他就是因为我跟他说的这个事，他去找那个之前做手术的朋友，到处说那个二宝刀说这又不能住院。二宝刀说是这个什么说这个什么这怎么样，就是他就跟那个人完全就是在他面前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然后我说我这些都是我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给你讲的。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我？还不看你长得帅，然后对我又好，性格也好。今天我其实确实是想多了，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外表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老了，我以为你练老，所以再加上这串钥匙，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个老头等你。现在唯一能证明的就是这个了，这个上面有名字的，它就是郑东新区郑州新区那个小区的。行，你以前的时候我不介意。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看是不是郑州的电话。我打了。你再说了，
我要真的找人，我拿人家钥匙我放那儿，我为什么要放在这么明目张胆的地方呢？你想凸显它的重要性呗？他一来家里就能看到你们一起的钥匙。那我为什么不等你走了之后，我再把这个钥匙就挂在那门口那儿呢？因为你合伙人说你是一个特别物质的人，特别现实的人。你看这么多钥匙，代表房子很多，这得多少个房子？因为这个钥匙在我就是10几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着我了，所以就是现在是没有人用钥匙了，他一直在我行李箱里放着。你之前我们去成都的时候，他也在行李箱里放着，你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对啊，家暴吧。行吧，这次没让我抓着。反正家里监控开着呢。前两天不是那个保洁阿姨说要打扫卫生，我说出门我不跟你讲了，我说那我把监控打开，我不是跟你讲了这个事情了。删我怎么办？他不敢删我。求番外，求外番嘛。还安慰叨叨，我安慰他干嘛呀？他确实他就是爱跟我发火啊。图图是尴尬，我不尴尬呀，我刚才在。谢谢开心每一天。我不会尴尬，只是我这次没发现而已。对啊。我要偷人也是去健身房的时候偷，怎么可能在家偷啊？这玩笑有点伤人。那我没办法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很伤心很难过，一看你就单身。今天更新第10集了，对，今天更新第10集了。周四会有，周四还会上2集。本来原本是打算第10集放在周四一起更新的。我们还回得去吗？我反正跟你这没什么嫌隙，就是你自己胡乱猜疑我，你胡乱猜疑也不向我求证。可是，一张白纸，一张揉成团的白纸，就算铺平，也会有皱褶的。谁轴了？匆匆那年，哎呀，哎呀，匆匆那年，直播好累呀，绿豆总共多少集？绿豆总共14集。他要打他，我可舍不得拿。操也别笑场，因为本来什么事都没有。证据能有这样的？14集还少啊？14集不少。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如果我们经费多的话，我们可以把很多细节都写得非常详细。好了，456人，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突然更新了第10集，大家没有看的要去 B 站和油管去看
记得多点赞，然后点投币。你们在哪儿？我们在北京，正在看啊，正在看的你就好好看，因为这集可能需要沉浸式的去看。对，需要比较平静、安静的环境去看。这一集我觉得从剪辑手法上可能会有一点点高级，你们去看啊。但是我觉得声音处理这块还是有点弱。就比如说，你们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小薇的妈妈在那哭，然后镜头切到她妈妈的哭声就变小了，然后再切到她妈妈声音又变大了，就是她没调声音。所以就是但是从剪辑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一种梦幻，然后反正我之前没这么剪过，我觉得还蛮好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当故事还没讲，我怕把这直播间讲疯了。对，叨叨继续聊。没有，图图的直播间健康分不是很高，我觉得不要在他这儿。又太早了，无所谓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深圳？哎，刚才那个全都突然给我就是给我刷了个礼物，说什么邮费，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我以为那个二宝刀跟大家说了我们买车了，其实这个正式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买车了，因为我们年后可能要做那种旅居的博主和那种 UP 主。我没跟他们说你买车了。他说你开车回去，然后那个我就以为你说了，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买了一辆车，买了一个十几万的车，想着说那啥就过渡一下，然后选了二把刀特别喜欢的橘色，然后就买了一辆小车。什么车？你们到时候可能看视频就能看到。对，买了一辆车，然后以后可能会就是我不是有车吗？我那个车卖掉了，卖掉了。很上不是房车，是一个越野车，跟那个牧马人不太一样。牧马人其实比我们高端很多，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拳头大哥，我们要跟着拳头大哥，这个指引走。对，拳头大哥开牧马人，我们就开一个就是类似于牧马人的一个小车，然后跟着那个拳头大哥，就跟着他屁股走。叨叨喜欢橘色，不是，我是喜欢那种就是与众不同的颜色，因为我觉得白色呀、黑色呀、灰色呀这种太常见了。我喜欢别人家的儿子说那个图图有老人味儿，是啊，对。谁说的呀？怎么了？你们是在质疑叨叨的审美吗？图图可没有老人味儿，他。我有老人味儿，但我有对象，而且我对象不断。你呢？你没人要，你喜欢别人家的儿子，你这种人就是被抓住了会乱棍打死。哎，你个上不了台面的狗东西！哎，真好笑嘞！我在这块学师阳呢。真是好笑了。师阳就是那个差点嫁给吴京的那个。对。好笑了，骂的呀，骂不出师阳那个味儿。你也开始，我爱看啊。什么？他那个什么老总弱化了，我这里我给那个叨叨就是说一下，我不觉得说叨叨就是什么老总应该强势之类的，我不觉得，因为我们这个老总的原型，一方面是我现实当中的那个就是跟我一起开酒吧的那个大哥，另外一个这个老总的原型其实就是小薇。小薇其实就是一家传媒公司的老板，他是老板之一。但你们觉得小薇强势吗？你们知道在北京有多少
这个传媒公司的老板嘛，所以真实的就是这种公司的老板不是说像你们说的那种就是特别那个有钱的老板，能明白不？就是北京的这种老板特别多，传媒公司的老板啊，能明白不？为什么老板会有年假？因为他是合伙人呢。因为这个他其实非常的对工作非常的上心，就是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工作上了。之前张大年刷朋友圈也梁宇发什么忙到就是没时间谈恋爱，就是梁宇是一个非常忙工作的人。喜欢别人家的儿子说图图50了吗？对呀，我都50了，你呢？你可能活不到50，真是好笑的。你都活不到50，你都活不到我这个岁数，真是好笑。你全家你都有点危险，真好笑。你嘲笑谁呀？我是能活的，好笑。谢谢拳头大哥，谢谢拳头大哥的大游轮，豪华游轮。谢谢拳头大哥，爱你，我爱你没有算了，真好笑。全都是好有钱，我告诉你，全都这个人就是我们，你看天天给我们刷礼物，但是我们连微信都没有。我们连微信都没有。这是安慰叨叨的，谢谢拳头大哥。他跟我发脾气，完了你安慰他，啊？你在鼓励他跟我发脾气是吗？他那会儿哭了，他哭什么呀？演的吧？那不是为了骗大家给我刷点路费吗？直播哭，刚才直播哭亏了啊！刚才真生气还是直节目效果？就是他有的时候吧，我会觉得说他有的时候直播吧，就是他很在乎就是我跟他直播，我知道他有几个忌讳的点。第一个，不能说他不行，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在直播上我就在质疑，我就说为什么你的前任和你第一任和你第三任不愿意跟你发生那方面的关系呢？那就不属于事实，你都是胡乱猜的。对，我就说，那你第一任和第三任为什么不喜欢跟你发生那个关系？是不是你这方面做的不太好啊？就是他们也会觉得你就是太直接，没有前戏啊，可能他们会觉得就比较厌烦。然后上一次我说了这个东西，然后他还跟我发火了。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能说他现在做零，他之前就很讨厌，就是别人说他做零，现在还能说一说。第三点呢，就是不能说他就不能说他金磨刀不赚钱，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他忌讳的。那你说多少算是赚钱呢？赚多少算是赚呢？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他开那个金磨刀店，大概赚6000块钱，他就觉得很有前景。他说慢慢会越赚越好的。但我的观点是，这个实体行业就是说，越做生意越少，越做大家越没人来支持你。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新鲜，后来可能人家会有更好的，或者说在一个地方久了他就不会再来了。而且就现在经济这么差，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这个生意是特别好的，你不要在直播间说那个这个没前景。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算了，第四点我不说了。反正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那个怎么样但是叨叨老夸图图，我也夸他呀。现在还给你抹刀吗？不干了，我都到北京了，我那个店是转给别人了，但是那个卡还是可以用的，那卡还是可以用的。第四点，不能说他前任不好。不能说他前任不好。你说呀，你不怕报警你就说。不是啊，咱俩私底下说，你也不想让我说，但是你同样的也不能说那个小大夫好。我一说小大夫那个比他前任更懂事儿，他就跟我俩翻脸。有一次我俩在这块掰扯吵起来了，
我是说我前任从来不报警。别说了，不能说自己前任不好，但是你不是，对，他前任，我觉得他前任就是确实，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如果说他前任你能看到这个二把刀他前任啊，如果说你能看到这个信息，就是这个片段，真的，二把刀一直在维护你，对。这个真的是你这个前任没白处，他虽然跟我在一起，但是他想的都是你。他前任是谁？我前任，你们不要去打扰别人的生活，他都不怎么上网，他不发抖音的。有点遗憾的感觉，有点后悔。他有点后悔了啊。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说二把刀有的时候就有点为他不值嘛。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说起那个他的谢谢温言念的浪，他的某一任前任就是说，我能说吗？这个事儿我就想说了。是哪个事儿啊？就是让你去那个酒吧那个当酒保和那个，对，他有一任前任，就是因为这些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前任是不是有病啊？他有任前任让他去酒吧做酒保。酒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光着上身，然后就给别人调酒，然后让别人摸，让别人看的那种。我说这是前任，这是对象能去容忍的事儿。我说我现在管你天天穿的少，我都觉得说那个然后你，对吧？我说你这个前任真牛逼。完了那个那段时间可能二把刀那个就是可能是疫情期间还是怎么着，就是不太赚钱不太赚钱。他那个就是让他当酒保的那个前任说，你实在不行你去做按摩吧，那个到位。他说那个到位那种按摩吧，也有不色情的，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平常的那种推那个按摩的那种，也有这种的你就赚钱就好了呀，你不做那种按摩就好了呀。然后我就说你这都什么前任呢？你这。那我也没同意说要去做这个呀。那关键就这个行为，我都觉得说你之前眼睛是怎么了你这种事儿你能忍？但凡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别在家待着了，你去那个拉滴滴，我都会翻脸。怎么了？我在家待着碍你事儿了吗？对不对？我每次我都听到，就是我每次想起这些事儿，我都觉得然后我现在对他好，他天天跟我翻脸，越对他好，他越给我来劲儿。人那些让他去按摩的，让他去那个去当酒保的，他天天哄着人家。那我也跟人家翻脸呢，我也跟他吵就是这样。所以说，在感情里不要对别人太好，你就不要对他太好。尿尿去。每次我想起这件事儿，真的是，哎呀，我的妈呀！我越对二把刀好，二把刀越跟我急眼，二把刀挠打我去了，太灵性了，生气走，他就尿尿去了。
他对所有对象急眼。就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啊。那为什么我处对象都赔钱？我处对象都是给别人花钱，就赔钱，完了他处的对象都是让他出去赚钱。哎呀，我的天！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有的时候说话的口气就有点像那什么，他有的时候就是他在那块剪片子，你知道吧？他有时候在那剪片子，然后在那块躺着。他有的时候在那剪片子，然后我在那躺着。他说：“你起来直播赚钱啊！”就这种。我从来没有这么直白的说过吧？我说你今天不直播，对，那不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我问你是不直播是在问你，我说你起来赚钱是歧视，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在问你，一个是命令你，当然是不一样了。这不一样吗？你看这确实不一样。然后你知道我平时吧，我有一个特别那个，就是因为我平时吧不抽烟不喝酒啊，现在也没社交，但是我之前是抽烟喝酒社交啊，我是抽烟喝酒社交聊着人儿。我跟他在一起呢，首先不聊着人了，不跟别人聊三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喝酒了，不应酬了，然后天天围着他转。然后现在就有一点点小需求是什么呢？小需求就是没事想玩点那个卡牌类游戏，然后刷点就是那个充一点点钱，因为他连续充7天，他就有一个小礼物啊，就每天充30。他每天就是卡的特别严。我说老婆，我说今天那个你还没给我钱呢。他因为每天最低的充值量是18，他又多少啊？我说那个18就行，然后他给我转30。我是要多少？我是这么说的吗？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然后每次其实大家可以看那个聊天记录，我每天直播下播了之后，我第一时间我精确到小数点我给他转过去，我但凡我直播赚一点点钱我都给他转过去。我俩现在的聊天记录几乎没有，全都是转账记录。就但凡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其实达到一定金额，我都可以起诉他。我没有，现在都没有聊天，只有转账记录。每天我无论说比如说我今天赚70，我都给他转70，转80，转90，就这种，我每天我都给他转。那咋了？我老公爱我，他就愿意给我转钱。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这个充个游戏18块钱，就是那种，就每天18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你吧？这不算吗？你今天不直播？我可从来没有说不让你充钱这回事。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你但凡我今天稍微，你比如说那个为什么我每天都盼星星盼月亮，全都和那个东东来呀？因为只有你们来刷礼物，我今天可能从18变到30。只要你们一来，我稍微有点礼物，稍微多一点。我从18块钱我能变成30，我今天能买个月卡。今天给你50，今天可以充50块啊！真的，你们看我俩的聊天记录，全都是转账，一下播我就给他转。你还不直播？就那种，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爱好了，你知道吧？我每天我觉得，因为我单身的时候，我说实在的，我每天单身，就是我之前单身的时候，可能一充个谢谢东东，谢谢东东的定海神针，今天60，让我的爱伴着你，谢谢我3哥，谢谢东东的定海神针。充什么游戏？充那个叫战灵，咱们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一点点社会地位，我也不是，就是现在你就说什么呢？家里所有的钱归他管，你们天天在抱这个委屈，
家里的钱所有的钱归他管，我直播赚的钱第一时间转给他，然后平时呢我几乎1分钱没有，我之前我连点外卖我都没钱，有一次他那个去健身了，然后我饿了以后把我饿的狼哇的，我没办法点外卖，因为我没钱。后来呢他学会了什么呢，就开始给我转100块钱，结果没转了2天，那个时候给我每天转100块钱吧，我还能有点零花钱。后来他学奸了，他不让我管钱，他把我的那个美团登录他的美团，哎，我这边点外卖从他那扣款，我1分钱没有。就是我百里屠夫能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我也算是好老公了吧？啊，天天哎，现在还是那种就是说，改哪儿啊？我就没事儿啊，哪儿啊？就那种，就天天是这样。老公，我以后你监督我再这样你就骂我。没用啊。有用，你骂我一次我就长一次记性，我以后慢慢就改掉了，也不会特别慢，我肯定会很快就改掉的。我跟他在一起，我说实在的，我跟他在一起，我没钱，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呢？我说没钱，他来这边，那你说跟我过日子来了，没钱，我找我姐借钱，你知道吗？我找我姐借了6.5万，然后前2天借了2万，每一次我都像是一个就是那个，我找我姐借完6.5万，我紧接着我就给她转6.5万，借完2万我给她转2万。就这种日子，然后他还对我凶，我没处说了一下，女一给你演着，歌给你出着，直播带着你做直播，然后给你营造那种憨厚可爱的那种形象，结果呢？啊？我落着什么好了我？对不起您了，对不对？我还怎么着？你说？天天在这块就是还凶我啊！你前任让你出去那个做那个，对吧？完了我天天哪儿都不让你去，完了你觉得我是在囚禁你，对吧？这有啥说的呀？我没有觉得你每天囚禁我呀，你怎么会这么理解呢？叨叨可精了，天天在这块，你知道吧？我现在就是我一看评论区里就是说叨叨真可爱，笑起来真好看。其实我就知道他对着你们笑，他对我凶，他对你们就是在镜头上那种笑我都害怕，他转头他就对我凶，啊，我说什么呀我，对吧？你承受了所有，补偿我不用，真现实，对，他就是现实，叨叨像小媳妇儿啊，表演恩爱好累，你等你下播了。行了，直播470人了，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我的社会地位了，我其实还是觉得说怎么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绿豆第10集，如果没看的话赶紧去看，记得给我们点赞投币啊。对，然后呢就是第2点呢，就是咱们那个周4还是会更新2集，因为这个本来说周4更新3集，这不提前更新了1集嘛，周4那个会更新2集。然后第3点呢，就是因为过年期间可能我们要各回各家，然后去应酬一下家里的一些事儿，所以过年可能会断更啊，可能会断更，但是会不会突然上1集我也不知道，因为如果说我没啥事儿的话，因为电脑我可能会开车带回去，电脑可能我能处理的我就处理不了的话那也就没办法啊，就是反正我会把电脑带回去啊。如果说真的就是过年期间不能更新了，希望大家能理解。在哪看？在 B 站，你们去哔哩哔哩搜那个百里屠夫绿豆。
记得给我们投个币，然后点个赞。我看看明天我就回家，明天我就回家啊。你明天回家这些东西呢？搬呢？明天去提车嘛，然后就回家嘛。那我们的衣服还没到呢。衣服让他邮到那个我家里，或者说你家里都行。那个袋子好像已经发出来了。啊，那等一等呗，反正明天提车而已。不去医院了吗？年后再做啊，年后再做。这么早放假了，因为我最近身体确实是不是特别好，就我现在我说实在的，我现在看那个评论区，我眼睛是对不了焦的，我现在看评论区只能看到特别模糊的东西，我是现在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能看个大概，对。可以拿 pad。就非常简单的，就是我现在眼睛是这样的。就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就是我的眼球是不受控制的往这飘的，能明白吧？你们看这个眼球它是不对劲儿的。那还播吗？下播吧，有吗？啊，有点歪，就是我的眼球已经不受控制了，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说特别累的话，我的眼球是控制不住的啊，所以你们看我唱歌几乎不看着那个镜头。因为我看着镜头的话，我眼睛会飘，对，所以说就是我一到疲劳的时候，我就会变成这样啊，就很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强撑，你们但凡就是有的时候能看见我眼球，就是能看我眼球就是飘了，那其实我就是累了啊，所以就是。那要看手机吗？不用，今天就播到这儿吧啊，然后大家没去，希望大家因为突然更新的，然后那个就是评论量有点低，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评论一下啊。老了别玩那么多了，别人喜欢别人家的儿子，你应该是被伤害了吧？是不是没有人喜欢你啊？感觉你挺惨的。过年了，对自己好点儿啊！过年了，别喜欢别人家小孩了啊！小孩没钱，你过个好年，你找个老头儿，村里有什么这个老头儿，你去，对不对？行了，祝你能活到年后啊！加油！拜拜了，拜拜。傻逼，19岁喜欢别人家孩子，拜拜。